到你，却又惊雷起。长夜落日山河灼，你在缥缈云里花里，你在缥缈云里花里。唱歌一曲，好风好梦好歌好一起。唱歌一曲，好风好梦好歌好一起。唱歌一曲。对了，我记得李汉大人自缢那天夜里，贵县是第一个到达死亡现场的，是吧？正是。贵县，当时你在现场看到了什么？哎呦，大人，您怎么又提这段啊？当时李大人吊在那房梁之上，脸紫舌头红的，真是吓死人了。到现在为止，卑职夜里还经常发噩梦呢。除了李大人的尸身之外，你还发现了什么？这当时房中很乱，到处都是公文纸张，好像还有炭火盆，里面是满满的纸灰，别的就没什么。真的再没有别的发现？哎呦，大人，您把卑职都看毛了，您让我再想想。没了，就这么点印象。后来啊，卑职就被吓晕过去了。那李大人的尸身是怎么处置的？刺史大人下令当场焚化呀。如果处置使大人问起此事，你就准备这样回答吗？是卑职下令焚化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尸身久置停尸房中，已经腐坏，怕在城中引起瘟疫。原来是这样。贵县，现在你明白了应该如何应对处置使大人的问话了。请大人放心，卑职完全明白了。只要贵县办妥此事，你日后飞黄腾达，前途无量。多谢大人提携。兄长，妹妹，快来拜见长史大人。民女拜见大人。不必多礼。谢大人。你是何时到达山阳啊？5日之前，民女因父丧，特来山阳投靠表兄。看令妹秀外慧中啊，与贵县可是大不相同啊。人家爹娘生得好，爹娘生得好。好了，贵县本官就此告辞，你好自为之啊。哎呦，请大人放心，我送您。不必。您慢走啊。这里就应该是河口镇。但是，按地理图所示，河口镇离山沟村大约有20多里水路，
应该就是这里。哎，老爷，您看栈桥上立着牌子。哦，把船靠过去。哎，靠过去，靠今过去。晚我们就在河口镇宿下啊。快点。小心！哎，是，慢点。老爷，慢点。增点。往那边走。好。这么个破阵，恐怕连个客店都没有。老爷，我看咱们还是换个地方。偏你这小厮有着许多话。我们此次为府，就是为了寻访民间，体察生民疾苦。你以为是让你享清福来着？嗯，我一个年老之人还没说什么，你小小年纪便嫌苦怕累，真是枉费了我平日对你的教诲。你呀，多嘴。哎，先生您看，前边好像有一家客栈。哦，果然是个客栈，可怎么关着门呢？走，过去看看。好。叫门。好。老爷，真是怪了，这店里好像没人啊。店家，行路之人前来投诉，请把店门打开。恩师，看样子确实是没人。街上就这一家客店，还关了门。今晚啊，咱们只好寻个人家借宿了。店内有人吗？是谁？哦，过路之人前来投诉，请店家把门打开。啊，就来。店家。哦，请问是店家吗？你们要住店？啊，正是。不瞒客官说，我们这小店只有3间客房，你们几位恐怕是住不下。那请问这镇上还有其他的客栈吗？没有了，只有我一家。那看来我等只有叨扰了啊。好吧，好。有劳了。真是对不住，我等急于投诉，催促甚急，店家竟连衣服都穿反了啊！让各位见笑了。方才各位敲门时，我等已经睡下了。怎么，天上未黑便已安寝？嗨，店里没什么生意，又没有别的事可做，便早些安歇了。哦，是这样，那就有劳店家将客房门打开，让我们看看吧。好。老爷，这店主人甚是奇怪，照顾他生意，他还好像老大不乐意似的。又多嘴，走吧。走哪儿？
客官，店家房门都打开了，上面2间，下面1间。哦，哎，店家，刚刚你说有3间客房，我看怎么有4间？左边那间已经有人住了。哦，是这样。好，我们一路行来，食不果腹，能否烦你安排些饭食与我等充饥啊？不瞒客官说，小店生意不好，因此店内不曾备下菜蔬。要吃饭，请上街，出门左拐就有个饭铺。哦，如此也罢。那我走了。老爷，这店家怎么慌里慌张的？真是奇怪。好，今天晚上大家凑合挤一挤啊，先安顿下来，一会儿我们到街上去吃饭。走吧，走。你们几个上楼吧。啊，好，走。冯大叔，哟，是巩生啊？怎么买肉啊？嗨，一介寒儒，哪里吃得起肉啊？只是明日是爹娘的忌日，因此特来大叔这里赊上一个猪头，回去惦记一番。哦，好一个大孝子啊！啊，来，拿好啊！多少钱？哎，看在你一片孝心的份上，就给2文钱好了。谢谢冯大叔。哎，恩师，今日上沟村之行可以说是收获颇丰啊。是啊，纤户们反映的情况很有价值，使我们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细节，对案情的判断可以说是大有裨益。首先，在邗沟翻覆的为什么都是江淮盐铁转运使的运盐船只？其次，翻船之后，大量的官盐不知去向，而在翻船的当天夜里，星儿媳妇亲眼看到上百只快船满载着身穿水铐之人赶往事发地点。如果这些人真的是冲着落水的官盐而去，那就说明他们预先便得知了盐船将要在邗沟翻覆。预先得知？您的意思是，运盐船在邗沟罹难，也是这些人做的手脚？否则，如此众多的快船和人手，怎么可能在仓促之间聚集起来？又怎么能如此及时地赶往事发地点呢？有道理，这绝不可能是巧合，而是早有预谋。因此，我们首先要搞清楚的便是，究竟是不是那些快船将落水的官盐打捞起来，悄悄运走？他们这样做的动机又是什么？还有一点，我一直觉得很奇怪。纤户们说，邗沟覆船几天之后，官府的船只才前来打捞。不错，这是为什么？漕运衙门的官船为什么不在覆船之后第2天便前往出事地点打捞，却要等到几天之后才来呢？您的意思是，官府内有他们的内应？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，一切还都只是推断。可是目前有一点可以肯定，那就是邗沟覆船案绝不是意外，其中定然隐藏着
巨大的阴谋。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天干物燥。哟，几位是外地来的吧？正是。下在哪里呀？哦，河口店。啊，这么晚了才吃饭？哦，来得晚了，店里又没有饭食，只好出来将就将就。早些吃完，回去安歇吧。好，马上就走啊！请。孔生，里长，这么晚了还出门啊？明日是爹娘的忌日，赊个猪头回去惦记。哦，回去吧。站住！怎么了，里长？孔生，你这身上染满血迹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，是这猪头滴血了。猪头是哪儿来的呀？是从冯大叔的肉铺里赊来的。现杀的猪？不是，是冯大叔从案子上拿的。把荷叶打开。人头！孔少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你杀了人？我没杀人，我没杀人。哼，身上染满血迹，手拿人头，还敢说自己没杀人？里长，我真的没杀人啊！这猪头不，这人头是从冯大叔的店里赊来的。给我的时候，我没有打开看，谁知道是个人头啊！哼，也罢，你就与我到冯家肉铺，找冯屠户当面对质，把他带走。走，等等。啊，你们要干什么？你不能这样将巩生带走。哦，却是为何？你提着人头，押着巩生，前去找冯屠户对质。即使这人头是他卖给巩生的，他眼见命案临头，也一定会矢口否认。有点道理。那依着你呢？好，拿火把来。死者是刚刚被杀的，头颅顶处尚有余温，因此可以断定，死去的时间不超过半个时辰。颈部的伤痕很多，看样子绝不是一刀将头颅斩下，而且凶手所用的凶器并不锋利，下手也不干净。后脑处有极深的凹陷，骨骼也碎裂了。看起来，凶手是先用钝器重击死者的后脑，致其死命后，才将头颅割下。不错。哦，你仔细辨认一下，看看他是不是本地人。不是，从来没见过这个人，应该是打外地来的。这样吧，你把此案就交给我吧。这交给你？是啊。人命大案必须上报衙门，你算什么身份？也敢放这等狼烟？孙开啊，去那儿把人头抱起来。是。来。啊！你江淮督察使！起来！我这是此事不要对任何人提起。哎呦，小的该死，小的该死！刚跟你说过了，不要声张。来，这位是我的恩师，案子由他办理，你该放心了吧？是，放心，放心。好了，把他放开吧。没听见老先生说话呀？放开！是。
李晨呐，你把人头交给他。洪生啊，你仍然拿着他，我们去冯家肉铺。李长啊，你来带路。啊，请。冯大叔，怎么了，龚生？撅嘴瞪眼的，是不是嫌大叔给你的猪头不好啊？大叔，你舍给我的不是猪头，啊，不是猪头，不是猪头是什么？难道是人头啊？啊？你说对了，冯屠户啊，冯屠户，原来还真是你把人头卖给了龚生。刚刚他跟我说，我还不相信了。哎，我说李长，你满嘴胡柴些什么？哪个把人头卖给了龚生？啊？这是你卖给龚生的猪头吧？不错，那又怎么样？你自己看看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我还要问你呢。我给龚生的真的是猪头啊！猪头进了荷包，它就变成了人头啊！龚生啊，我可是好心好意呀，你不能诬赖大叔啊！龚生，大叔，我何曾诬赖于你呀？你给我的这颗猪头，我一直拿在手里，它怎么会变成人头了呢？我怎么知道啊？我明明给你的是一个猪头，谁知道你到哪里去换了一颗人头出来呀？我一个读书人，要到哪里去换人头啊？怎么可能杀人害命啊？天哪！可怜我一个穷书生，到哪里去讲理呀？哎呦，这可真是好人没好报啊！我看你穷苦可怜，将猪头贱卖于你，却被你反咬个杀人害命罪过，这可是真是老天不长眼呐！好了，你们俩别好丧了。这人头只过你们二人之手，你们俩谁也逃不了干系。来呀！来，给我套上锁链，压倒一旁。哎呀，冤枉啊！哎，冤枉啊！冤枉！天啊！您瞧，这样吧，你马上率人赶到龚生家，看看屋中有没有血迹和其他可疑的物事，还有查看院子和房舍四周的地面有没有挖掘过的痕迹。杀人案发生了不到半个时辰，如果真是龚生杀人，那死者的无头尸身一定还在他的家里。好，都在这儿呢。就是啊。来，把他们俩带到一旁。人头啊，你看看。许川，在，你让大家里里外外搜查一下。是。来，大家动手吧。是。血迹，血迹？什么血迹？刚刚在饭铺门前你也看到了，龚生手中的那个人头荷包不停地在向外渗血，以至于龚生的胸前沾染上了血迹。如果说真的是冯屠户将那个人头荷包交给了龚生，那肉铺门前的地面上也一定会留下血迹。哦，走，进屋看看。
来呀，把拱生带来。是。先生，我真的没有杀人呢。拱生啊，你不要害怕，定一定神啊！你仔细的想一想，从冯屠户手中接过猪头的时候，荷叶包里有没有鲜血流出？好像没有。那么，你拿着猪头离开肉铺之后，又去了哪里呢？哪儿也没去过。小生抱着猪头，沿街往回家的路上走。中途有没有遇到什么不寻常的事？哦，对了，在肉铺前不远的小巷口，有个人从黑暗中冲了出来，把我撞倒在地，猪头也滚落在一旁。哦，后来呢？后来，那个人爬起来，慌慌张张地跑掉了。我捡起猪头，继续往前走，就碰到了里长。你看清那个人的相貌了吗？天太黑了，没有看清楚。那么他手里有没有拿什么东西呢？好像是抱了个什么东西，但我记不太清了。你还能找得到那个小巷口吗？当然，就在肉铺前面不远。你带我们去看看。好。先生，就在那里。哦，大家仔细搜索一下地面上的血迹。是。龚生啊，你摔在哪里？哦，好像是那儿。是，看来你已经找到他了。是啊。老先生，老先生，哦，怎么样？搜遍了龚生家中，也没有发现可疑的物事。那么你能够肯定那个死者不是本地人？这一点绝对肯定。哎呦，你们可回来了！听说街上出了人命案子，我一直担心你们呢。多承店家挂怀，我们也是多看了会儿热闹，这才回来晚了啊。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哦，有个叫龚生的人抱着个血淋淋的人头在街上走，后来被里长拿获。可龚生说人头是冯屠户当猪头卖给他的。那后来呢？两个人都被里长抓了起来，说是明天要送官呢。唉，真想不到，龚生一个文绉绉的读书人，竟然做出这等杀人害命的勾当。现在还不知道这两个人到底谁是真凶啊！嗨，我是怕你们出事啊，回来就好。各位赶快回房歇息吧。店家也早些歇息吧。多谢。好，各位请。曾太、狄春呐，你们也回去吧。好，走。好。身体怎么样？什么？
您还没歇息啊？是啊，睡不着啊。哦，还没有请教店家尊姓大名啊？啊，姓张，张申。哦，张申。被你杀死的那位客人叫什么名字啊？你说什么？刚刚你让店里的伙计背着一个大口袋，悄悄从后门潜出店外。那口袋之中装的是什么东西啊？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劝你还是实话实说，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我什么也不知道。你说我杀人，有何凭据啊？你可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快走，快！带过来！好，张先生，快了，张先生，张先生，还真让那位老先生说着了。小的率人在河口店后门等了不到半个时辰，伙计就背着个大口袋溜了出来。小的上前盘问，刚问2句，这厮扭身就跑，被小的们擒住，押到这儿了。好，做得好，走。恩师啊，带过来。带过来。将口袋拿过来。打开，验明是谁。是。严丝合缝。怎么样？现在你还有何话讲？是我杀了的。真的是你？方才这位老先生说的时候，我还不相信呢。张申，你在河口镇也算有头有脸的人物，为什么要做这种事儿？老先生，我真是服了。您怎么知道杀人凶手就是他呢？其实很简单。首先，我排除了杀人凶手是龚生或者冯屠户这2种可能。恩师，您是通过什么排除了这2人的杀人嫌疑？首先，如果是龚生杀人，无外乎2种状况。第一种，他是在自己的家中杀死了死者。如果是这样，他只需要就地将尸身掩埋也就是了。有什么必要抱着死者的头颅跑到街上来呢？第二种状况是，龚生在外面杀了人，那么他只需将死者弃尸街头，又何必多此一举地割下死者的头颅？更有甚者，竟抱着这颗鲜血淋漓的人头，在街道上缓步徐行。见到里长和贾丁之后，非但不思逃走，反而迎上前来。这一切完全不合乎逻辑，也不是正常人应有的思维。不错。再有，龚生是空着双手到冯屠户的店中买猪头的，这一点得到了冯屠户的证实。而里长发现龚生怀抱人头在街上行走，距离龚生从冯屠户的店中出来不过一盏茶的功夫。这么短的时间内，龚生是不可能在半途之中杀死一个人，又将此人的头颅割下。而且龚生的家距冯屠户的肉铺很远，一盏茶的功夫，不可能回到家中放下猪头，换上一颗人头，再跑到街上来。这样做既没有足够的时间，也没有任何的意义。但是为了保险起见，我还是让里长率人到龚生的家中搜查，看看能不能找到死者的无头尸身。事实证明了我的判断，在龚生家中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之处，于是我断定龚生不是凶手。我说老先生，不瞒您说，您想到的这些，我是一点儿也没想到。至于对冯屠户的判断，那就更简单了。如果那颗淌血的人头是他递给龚生的，
那么肉店柜台下的地面上一定会滴有血迹。然而我们细查之下发现，冯屠户的店门前没有任何的染血之处，此乃其一。其二，死者头颅的脖颈处伤痕累累，这就证明凶手在割下死者头颅时一定是很费了一些力气，至少砍了几十刀才将头颅斩下。而大家都知道，对于一个整日杀猪宰牛、剥骨剔肉的屠户来讲，斩下人头并不比斩下猪头和牛头来的费事，只需用摆放在肉案上锋锐无比的后背砍刀用力一劈，便可了事。他又何至于连斩几十刀才将死者的头颅割下呢？难道是因为他杀人之后心情紧张，下手时才会拖泥带水？于是我想到，如果凶手真是冯屠户，那么他店中的那些刀具一定会告诉我些什么。因为一把在脖颈上连斩几十下的钢刀，其刀锋之处一定是卷了刃的。于是我在冯屠户的店中仔细地检查了所有的刀具，发现这些刀具不但摆放得很整齐，而且每一把刀都非常锋利。而狄春等人在其家中也没有找到任何其他的凶器，当然也没有发现打斗过的痕迹。不错，我们仔细检查了冯屠户家，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之处。此时我又想到了龚生，他一定是在惊慌之下遗漏了什么细节。果然，龚生对我说起，在抱着猪头回家的路上，从一条小巷之中窜出了一个人，二人相撞倒地，龚生的猪头也滚落在旁。当龚生再次拾起猪头往家走的时候，原本包在荷叶中的猪头便已经变成了人头。于是我让龚生引我前赴小巷口勘察，果然发现了很多处血迹。由此，冯屠户的杀人嫌疑便被彻底的排除了。是这样，老先生啊，我还是不明白，那人头究竟是怎么跑到龚生手里头去的呢？当我勘察了小巷之后，我便做出了这样一个假设。事情就是这样，我说的不错吧？没错，我跑到运河边，把荷包打开了，一看，里边竟是一个猪头。没用的东西，事情就坏在你的身上，老实点。在巷口撞倒龚生的就是他。正是，这算是个真正的巧合，也可以算得上是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恩师，您怎么会想到杀人凶手是这河口店的主奴二人？得出以上的结论后，我判定凶手一定就是那个撞倒龚生、错拿头颅的人。可这个人会是谁呢？如果我们从此人的身份入手，会遇到很大的困难，因为龚生没有看清他的脸，而且当时街道上也没有任何人看到此事。于是我想到了从死者的身份进行推理。还记得我曾经在小巷口处问过里长的一个问题吗？你能够肯定那个死者不是本地人？这一点绝对肯定。里长当时对我说，可以肯定死者是外地人。不错。你们想一想，一个外地人来到河口镇，不外乎两种情形。第一种，
他是来投亲靠友的；第二种，他是途经此地，住上几天便要离去。是啊。如果死者是前来投亲靠友，那么他势必会住在亲友家中。如果杀人凶手是死者的亲友，在自己家里将死者谋害，那么他完全可以将死者的尸身就地掩埋，或等到夜深人静时，将尸体拉到附近某处荒地埋掉。又有什么必要大费周章斩下死者的头颅呢？又有什么必要抱着头颅在街道上飞奔呢？与您方才排除龚生杀人的情形相同。如果死者是在外面遇害，那凶手只要弃尸街头即可，更不必割下头颅。完全正确。于是我想到了第二种情形：死者是途经此地，住上1、2天便要离开，那么他会到哪里投宿呢？Please subscribe this channel. Below the video, please leave comment, click like and share.